这些年，你因为着急花过多少冤枉钱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各种消费节被疯狂的制造出来，618最后3小时，错过再等1年，双11爆款秒杀，库存告急。为什么1年之中，凭空出现那么多必须花钱的日子？在这些日子里，那些红色的倒计时搞得人好慌，让人有一种幻觉，所有人都在下手，再不买就亏大了。你当然知道这些感觉并不是真的，而制造这种感觉的是各种电商、实体店，他们的目的也很明确，就是要让我们多掏钱，但是又忍不住去剁手，每次买完又特别后悔。买不到会不会亏我不知道，但是养成消费习惯一定会亏。一个人养成一个习惯需要66天，而改掉一个习惯呢，那就不知道要用多少天了。你知道我们消费者跟商家总有一方一定要焦虑，如果我们消费者被各种秒杀活动搞得特别焦虑，那么商家一定就不焦虑。如果我们消费者能稳定住情绪，不再随意乱花钱，那么就该商家焦虑了，他们就能越来越便宜。再聊聊结婚焦虑。上个月，我的一个朋友遇到了一个杀猪盘，被骗光了所有积蓄100万。关键是他对我们所有朋友都是保密的，被发现的原因是他找我们借钱。最后那个骗子用一个最蠢的骗术，他需要纳税100万，就可以拿到800万的流动资金，把我的朋友骗了。后来报了警，警察也没什么办法。现在快1个月过去了，警察跟他说，你这点钱只是小数目，前面还有更多案子排队着。最近几年，剩男剩女的标签到处满天飞，搞得人特别焦虑。再说说婚恋中介，2021年市场规模仅为26.9亿，而到了2024年，它已经达到100亿级别了，翻了4倍。做婚恋中介的人一点都不焦虑，有着父母帮忙催婚，还有各种社会的压力，根本不怕没有客源。为了堵住父母和朋友的嘴，匆忙去相亲，甚至稀里糊涂的迈入婚姻，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？不和谐的婚姻背后会有着更多的问题，家暴、青少年抑郁，并不是反对去结婚，而是越是焦虑的去结婚，后面的问题会更多。结婚这个事真的不能着急，其实真的找不到对的人，会孤独一生吗？现在结婚率每年都在跌，意味着一定会有一群人维持着单身的生活。你有听说过搭子吗？想吃饭，找个饭搭子；想旅游，找个旅游搭子；甚至想享受爱情，都会有不背负双方家庭的恋爱搭子。不结婚老了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，但是着急结婚很容易就被骗。再聊聊找工作，分享一个故事。去年出租房子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人看中了我家的房子，需要押2付1，兴冲冲的来到了广州，公司叫他交5000押金，然后回去等着，最后用他面试不合格的名义扣押了这个押金，然后他打电话给我，哭着求我把押金退给他。最后听到了他的故事，他最后说了声谢谢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来广州了。最近打开新闻、短视频，每年都是最难的毕业季，35岁被优化被提前到了30岁，找不到好工作的哀嚎遍地。而对比起找不到工作的人，有稳定工作的人也非常焦虑。公司一旦有个风吹草动，就会掀起大家的恐慌。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是焦虑，用人单位的工资就能开得更低。还有出现付费实习跟付费上班的，并且当一个公司所有的人都焦虑之后，老板就能够肆意压低薪水，最后损失的只是我们底层牛马。然而失业之后，找不到工作，人生真的就完蛋了吗？或许我们都不知道结果，但人生总是起起伏伏的，一时的成绩并不代表什么。谁能冷静下来，或许下个风口就能再乘风而起。焦虑的人是无法把握风口的，只会在风口中被骗。最后再聊聊教育焦虑。最近几年，每年都有1000万的毕业生，一想到学位的含金量下降，所有的家长都焦虑到不行。更抽象的是，好文凭越是找不到好工作，而教育培训机构越是火爆。名师课60秒内300人爆满，这些补习班能不能提高成绩，考上好大学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大家一直那么焦虑，培训机构的老板一定能够移民国外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其实孩子学习成绩不好，真的也没啥。10年前短视频还没有火， AI 也没有出现，无人机也只是个传说。而我们往后的10年，真的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。花大价钱去逼孩子读书有没有用我不知道，
但是那么焦虑一定会花很多冤枉钱，还会把孩子搞得特别不开心。未来终究是孩子们的时代，他们一定会比我们更知道社会上需要什么，或许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，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出路，没准他们看中的方向更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或许他们比我们会赚钱多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